洋洋别怕，小姨来了。你们是谁？杨洋哭着哭着就没有动静，晕了过去。奕晨，这里交给你们了。他们是怎么对洋洋的？加倍还给他们。海童，我来开车，赶紧去医院。医生，我外甥怎么样了？宝宝的脸被打成这样，软组织受伤了，还有他的一边大腿青紫，是被人踹的吧？衣服上有脚印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伤了。会昏迷，是惊吓过度晕厥的。是谁对这么小的一个宝宝下如此狠手？是他表哥。什么仇什么怨呀？表哥对表弟下狠手。我刚才把孩子的伤情拍了照，这些照片给你们保留着，等警察来了，有证有据的，可以起诉对方。孩子没有大伤，但他心灵创伤比身上的伤更重。接下来你们好好的陪着孩子，他年纪还小，只要有大人的陪伴，慢慢的就会走出阴霾的。谢谢医生。大哥大嫂，洋洋怎么样了？脸部软组织受损，一边大腿被踹的也是青紫，主要是受到的惊吓太大，这些伤容易恢复，心灵受到的创伤则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恢复。那个小混蛋怎么样了？我没动手打他，但逼着他爸把他的脸打肿了。我们也把他家里砸了一遍，他们还叫嚣着说要报警。我叫他们赶紧报警，说洋洋若有三长两短，正好让警察把他儿子带走，他们就不敢叫嚣了。大哥，我们砸了他们家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家里安装着摄像头的，我看过了监控，洋洋被打的过程全都被录到了。我把他们家的监控主机硬盘都带了回来，放在我的车上。你先在这里看着，我出去打个电话。怎么了，老板？现在你先帮我调查一下周红林姐姐和姐夫的工作，还有立即全面打压威浩电子公司，然后传话给他们老总，想保住公司，就把周红林和那个叶什么的女人开除了，放出风声去，以后哪家公司敢寻用周红林和那个叶什么的女人，就是与战士集团为敌。周红林的姐姐以及姐夫的工作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给我一并撸了。又出什么事了吗？周家人抢走了洋洋，我们找到洋洋的时候，周红林的外甥正在对洋洋施暴，洋洋现在在医院，脸被打肿，软组织受伤，也吓坏了。园长，怎么会有周家那样的人渣存活在这世上？简直就是丢尽我男同胞的脸。洋洋现在怎么样了？身上的伤过几天就能好了，但心灵的创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治愈。教训了那个对洋洋施暴的恶魔了吗？需要我带人过去揍他一顿不？那么小的孩子也下得了手，简直是毫无人性。是个10岁大的男孩子，报警了，不过让他爸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，也被打肿了脸。战运，你放心，我会办好的。我现在就让人去办，保证让他们变得一无所有。希望没有影响你相亲的心情。沈小姐是嫂夫人的好闺蜜，这一次印象不好，以后也多的是机会再见面。有缘的，我们俩会有结果的；无缘，你把我们俩捆绑在一起也没用，顺其自然吧。派出所的人来了，我先回病房，你去相亲吧。苏先生没有恋爱过？没有，我纯得像一张白纸。听你同事说你是工作太忙的缘故。是呀，工作太忙，根本没有时间认识像沈小姐这样的年轻女子。不过爱慕我的女人还是很多的。要是没有人爱慕苏先生，我都要怀疑苏先生有问题了。我绝对身体健康。表面看起来苏先生是很健康。这个一躺成名的女孩子真是不一般，敢说。洋洋，妈妈，大哥哥打我，我要回家，我不要在姑姑家里。大哥哥会打我，小宝哥也会打我。妈妈带洋洋回家，妈妈就是来带洋洋回家的。洋洋不在姑姑家，永远都不去姑姑家了。他们再敢打洋洋，妈妈就跟他们拼了。医生怎么说？就是脸上和一边大腿上有伤，脸上的伤让用冰块敷，会消肿的。大腿上的青紫，坚持天天抹点药油，过几天也会好的。洋洋主要是被吓坏了。人明就是个恶魔，洋洋还是他亲表弟，他都对洋洋下狠手。有周红英那样的亲妈，他能好到哪里去？姐，我们报警处理了，虽然不能让人明坐牢，可以让周红英夫妻俩赔偿，不管他们谁来说情道歉，你都不要接受，坚持要他们赔偿。除了赔偿，还能让他付出其他代价了。奕晨他们逼着人明的爸出手教训了他，把他打成了个猪头，还把他们家砸了。我真恨不得宰了那个恶魔。洋洋，战印，你让开，我要看我儿子。洋洋是我儿子。洋洋，你们让开，我要看我孙子，我可怜的孙子呀。洋洋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真的心疼你儿子，就不该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。你自己的家人是什么德性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放任他们抱走洋洋，有替洋洋想过他会面对什么，遭受过什么吗？你们夫妻要离婚，坐下来谈不拢就打官司，但拿孩子当筹码就是人渣所为。战印，先让我们进去看看洋洋好吗？我和海林的事我们会自己处理，我现在只想看看洋洋，他还好吗？现在洋洋情绪很不好，你还不能进去看他。战印，
让他们进来，让他好好的看看他帮扶的姐姐外甥是怎么对他的亲生儿子的。任明怎么下得了手？我真是白疼他了。任明那个臭小子，等我回去，我定要好好教训他。我照顾他长这么大了，不是让他打我孙子的。现在杨洋这样子，你们满意了吧？杨洋从出生起，你们就没有帮忙照顾过他，抢走他，你们又不用心照顾他，当他是小猫小狗，就算是小猫小狗也要照顾才能生存下去。这是个意外，我们谁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。外甥女说是杨洋先打小宝，任明才会打杨洋的。他说的话你也信？杨洋从来不会主动打人，肯定是任小宝先打了杨洋，杨洋还手，他装哭，让任明帮他打杨洋的。周红林，你要是还心疼一下你的儿子，请你带着你的父母现在就离开，不指望你替杨洋讨公道，也别在这里吓着杨洋。杨洋已经被吓坏了。我们先走，海林，你好好的照顾杨洋，在杨洋抚养权未定之前，我向你保证不会再抢夺杨洋。红林，你该不会就这样放弃杨洋吧？妈，现在杨洋情绪不稳定，被吓坏了，先留给他们照顾着，有利于杨洋的心灵恢复健康，并不代表我就放弃杨洋的抚养权。妈，我和海林离婚后，你和我爸从我姐家里搬回我们老家住吧，杨洋再让你们带，每个月的生活费我会多给几千元的。任明这次太过分了，把杨洋打成这样，我是不放心让杨洋在我姐家里生活的。红林，你现在就送我和你妈去你姐家里，我们回去收拾东西，搬回我们自己家里去，以后都不帮你姐带孩子了。我和你妈对任明多好呀，他们却这样对杨洋，你当爸有没有心疼杨洋？我不知道，我当爷爷的看着杨洋被打成那样，着实是心疼愤怒。周红林还没有说话，姐姐就打电话过来了。周红林，你儿子被打得有多严重？我儿子也还是个孩子，他能把杨洋打成什么样子？他们让你姐夫教训任明，把任明打得都不像人了，他们得负责，不赔钱，我跟他们没完，仗着人多欺负我们，还把我家里的东西都砸了。你跟海玲说，让他妹妹登门道歉，我家被砸坏的东西都照价赔偿，还有我儿子的精神损失费，不赔到我满意，我是不会罢休的。别以为我怕他婆家人多了。姐，你这是……你敢让海童赔偿试试？爸，任辉把任明打了。做儿子的犯了错，当爸的打他一下怎么了？你们小时候不听话，被我揍的还少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听着你是偏着海玲姐妹俩了？我才是你女儿，你亲生的女儿。就算任明犯了错，他还是个孩子，能犯多大错？不过是打了杨洋几下而已。任明说是小宝哭了，小宝说杨洋打他，他当哥哥的才会替弟弟出气，也就踹了杨洋2脚，打了几个耳光，能把杨洋打进医院。我看他们就是小题大做。杨洋从来不会主动去招惹小宝，哪一次不是小宝去招惹他？去了你弟家里，小宝就抢杨洋的玩具，杨洋有什么吃的，他也要抢。小宝在我家里是最小的，难免宠一点，霸道一点。爸，这跟我要向海童索赔有什么关系？他的婆家人把我家里砸了，害我损失惨重，我粗略估算了一下，损失了好几万元呢。砸得好，要是我在场，我不仅要把你家里砸了，还要把任明打一顿。我和你妈从他出生开始就用心照顾他，把他带到这么大了，他居然对我孙子下死手，就砸你家里怎么了？我还要谢谢海童替我出了口气。周红英，你要是敢向海童索赔，这辈子你别再回娘家，也别再叫我爸。还有，这10几年来，我和你妈花在你家里的钱，你都还给我们，我记着账呢。我们刚从医院出来，要回你家里收拾东西去。以后我和你妈住在我们自己的家里，你的儿女，你公婆帮你带就带，不帮你带，你自己带，那是你生的，不是我们生的。爸，你是不是被海童下了降头呀？反过来帮着他说话了。平时怎么样，我可以不在乎，但这一次杨洋被打成这样，我当爷爷的我就咽不下这口气。爸，我不向海童索赔了行不？你和我妈别搬走，搬走了我怎么办呀？我还得上班呢。爸，你和我妈真要搬回家去住？咋的？你儿子被你外甥打成那样，你还想让我和你妈继续带你外甥？对他们再好，那也是别人家的孙子，人家当爷爷奶奶的，舒舒服服的，什么都不用管，孙子就被我们带那么大了。我自己的孙子我没有帮带就算了，在孙子受了委屈，被打成那样，我还去表扬任明不成？我们该庆幸海童带着人赶到，阻止了任明的暴行，否则杨洋被打死，他们家说不定口供一致，说杨洋自己摔死的呢。上集说到周父难得清醒站在了孙子这边，海童他们并不知道。妈妈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
姐，我问过医生了，医生说可以出院，不过要注意点，别再受到太大的惊吓。那行，麻烦你们送我和杨洋回家吧。姐，你这说的哪里话？我们是一家人，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？战印，我今晚留在我姐家里住，陪陪杨洋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照顾杨洋的同时，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。我会的。有什么事第一时间通知我，别把我排除在外。战印，谢谢你。海童，我们是夫妻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别老跟我说谢谢，让我觉得你把我当成了外人。但我们签了半年协议的，谁知道咱们的夫妻关系还能维持多久？战印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？你扔掉我的那幅画，我想起来了，背面是协议内容。我当时不把那张纸当一回事，顺手就放在梳妆台上，后来我就用来画画，结果被你毁了。你毁了我的协议，你看，你是补给我一份，还是把你那一份也毁掉？我们什么时候签了协议？当初你去你写的协议啊，然后让我签的，说半年期限。海童，你可能是最近过于操心你姐的事情，出现了幻觉，觉得我们签过协议。事实上，我们没签协议。你真觉得我们签了协议？等你回家后，我敞开房门，让你进去搜，你能把你说的所谓的协议搜出来，我就相信咱们真签了协议。他这是抵赖。别胡思乱想了，我带兄弟们出去吃饭，让梁姨留下来帮忙，也能帮你们分担一下。哦，好，你请兄弟们吃饭，我给你转钱。不用，我有钱，咱们俩不用分得那么清。我走了。彤彤，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们。放心，天塌下来，他们兄弟几个够高，能撑住，压不到你们的。奶奶，我会的。战印，你照顾好奶奶。我不指望他照顾我，他不气我就行了。奶奶，你孙子也要面子的，你在我老婆面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？奕晨，一会你带奶奶回老宅，我去一趟苏家。我不回老宅。海童今晚不回家，奶奶，你没有好戏看，不回老宅留在明苑花园也是无聊，明天再过来也是一样的。我不嫌无聊，我也不是看戏，我就是想我孙媳妇了，要跟我孙媳妇住，反正不是跟你住，你管不着我。那是我的房子。你当家吗？不当家没有话语权，闭嘴吧你。明天去找那家人索赔，你们兄弟几个还要再集合一次，把杨洋打成那样，不索赔太便宜他们了。奶奶，我们既然管了这件事，一定会管到底的，您老别担心。把那家人的底细都摸清楚，断了他们的经济来源。奶奶，我已经在做了。反应不错，你要是用这样的心思去对彤彤，我明年准能升一级当太奶奶。少主、南少，战家大少爷来了，请他进来。战印是来拿东西的，他亲自过来，也是冲着我来的。战印早就想来见见哥的了，是哥太忙，经常不着家，他没有机会。他是你的朋友，自然也是哥的朋友，朋友之间相互帮助，不用那么客气。你在战士集团实现了自己的价值，哥是真心为你开心的，好好干。不过也别只顾着工作，也得考虑考虑你的人生大事。我沈老师念叨着你多少岁了，女朋友都没有一个。哥，你比我还大呢，你都没有女朋友，我着急啥？当我什么也没有说过。苏少主，久仰大名。我对战大少爷之名也是如雷贯耳，今晚一见，方知百闻不如一见。苏少主，过奖了。你要的证据都在这里了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你那个扎连金真正的存款有100多万，他的胃口也是越来越大，赚到的外快也是越来越多。把这些证据交给他的老板，我想肯定很精彩的。这时苏少主的手机响了。战少，我有急事要出门一趟，失陪了。苏呢？你替哥好好的招待战少。你和沈小姐相亲怎么样？没跟你家里提一嘴？少主知道，其他人都没有说，免得八字还没有一撇。他们呼啦啦的去挤车的人，把人家沈小姐吓破胆。要是看得上眼，就努力，脱了单就好了。脱了单又催生，生了又催生2胎3胎的，他们当长辈的就没有消停的时候。沈小姐很对我胃口，就是性子直了点儿，说话不会拐弯抹角，有时候让我哑口无言，无从反驳。那你主动点。彤彤，这束花，我觉得这束花很漂亮，也香，我很喜欢。你要是喜欢，我以后天天都给你送。也不用天天送，咱们家里没有花瓶插花。我抽空去买花瓶。家里别放太多的花，否则主人会越来越花心。杨洋怎么样了？还没有完全消肿，昨晚发烧了，哭闹了1个晚上，今早退了烧，也哭闹得累了，才在我姐的怀里睡着。战印，如果，我说的是如果我们以后也会有孩子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关系怎么变，都不要伤及孩子，行吗？海童，
你若倾心待我，我必会以深情。我的心也很小，若让你入住了，就只装得下你一个，无法再容下别人。我们的关系不会变的。若有孩子，那是我们生命的延续。我宁愿自己受伤，也绝不伤害咱们的孩子。战印，我想我是喜欢你了。我是一艘通往幸福彼岸的船，你若愿意，欢迎你上船与我一起航行。不过你还是好好的想一想，你对我是真的喜欢，还是感激？别把两者混为一谈。你说的也对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。要是真的只有感激没有爱，怎么办？见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的样子，海童哈哈的笑。进屋吧，别在这傻站着了。我拜托朋友帮忙调查了周红林转移财产的事，我朋友很给力，证据昨晚给我送来了。你朋友真的好给力，这么快就帮忙收集好证据了。战印，你那个朋友不开侦探社，真的太可惜了。他家族里有人专门干打探消息这一行的，他们人脉多，办事效率高。这样的人，我一直以为只存在于小说里，没想到现实里真有这么厉害的家族。战先生，海小姐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梁姨，我姐和洋洋好不容易睡了，先别叫醒他们，煲点粥，等他们醒来吃就行。我会的。彤彤，你留在家里休息，我去就行。我没事。再说了，去了人家，说不定还要吵架。吵架，你不如我，可能你们几兄弟都吵不赢周红英。我是洋洋的小姨，洋洋被他们欺负成这样，我一定要去替他讨个公道。昨天洋洋晕了，我只顾着洋洋，没空跟人家计较。现在洋洋稍微好点了，我有心情去跟他们算账了。就在这时，战印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。大哥，我们都集合好等着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上集说到战印和海童刚要和兄弟们集合去找任家算账，商小飞打来电话。彤彤，你收到我发给你的相片了吧？看过后有没有熟悉感？小飞，我是觉得你小姨让我有点眼熟，像洋洋，要是她扎着小辫子，穿着小裙子，和你小姨就有几分相似，可能是小孩子小时候都差不多的吧。彤彤，我能去你那里接洋洋过来吗？小飞，现在可能不行，洋洋出事了。洋洋出什么事了？我姐不是要和她丈夫离婚吗？然后周家就趁我姐不注意，抢走了洋洋，把洋洋送到了周红林的姐姐家里去，但他们又不照顾好洋洋。周红英的小儿子打了洋洋，洋洋还手，他恶人先告状，让他哥替他出头，把洋洋打进了医院。彤彤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都说了，只要跟我说一声，我一定会帮你们的。洋洋现在怎么样了？洋洋脸部软组织受伤，现在都还没有好。现在我和我先生过去跟他们谈谈赔偿的事情。太可恶了，彤彤，你发个定位给我，我拉几车人过去，不干架，吓一吓他们也好，免得以后他们再欺负洋洋。我先生叫上他的兄弟们一起去，也有8、9个人了，暂时不用你过来助威。你先生家里那么多兄弟吗？他们家是个大家族。小飞，谢谢你。那行，我这一次不过去，但下次再遇到困难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否则就是不把我当朋友了。你把你姐家里的地址发给我，我去你姐家里看看洋洋去。商小姐。小飞发了他妈妈和他小姨小时候的相片给我看，我那天就随便看了2眼，没有发现什么。后来仔细看的时候，忽然觉得他的小姨和洋洋挺像的。你说洋洋像商小飞的小姨？是有点像，大概有4、5分像吧。这么说，你妈妈是商小姐的小姨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商太太对寻找妹妹执着不已，我妈活着时没有提过她的亲人，但她要是活着，我想她还是想找找亲人的。她曾经跟我们提起过，想知道她是被亲生父母抛弃的，还是被人拐卖的。现在科学发达，只要你们和商太太做一个 DNA 血缘鉴定，就知道结果了。也是，走吧，我们出发吧，他们都还在等着呢。什么？有线索了？你小姨现在哪里？我朋友海童，我把妈和小姨小时候的照片发给他看，让他帮忙留意一下。刚才我打电话给他，他说他认真看后，发觉他的外甥洋洋和我小姨有几分相似。第一次看到洋洋的时候，我也特别喜欢。就我这样的性格，一眼就喜欢的人很少很少的。我想，或许那是血缘关系的原因吧。洋洋在哪里？海童说洋洋出了点意外，好在没大事，已经出院回家，他姐在家里带着。不管洋洋是不是我小姨的后人，我就喜欢他，知道他出事了，我想看看他。洋洋出什么事了？妈陪你一块去看望洋洋。海童，洋洋怎么样了？爸，人民都好了，洋洋肯定也好了，瞪什么瞪？海童，你们昨天把我家里砸了，这笔数……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！你不说话，没有人当你是哑巴。海童，让我姐带着任民去赔礼道歉就行了吧？那个，
我是杨洋的爸，也是监护人之一，我觉得我也有决定权的。原来你还记得你是杨洋的爸啊？别人的爸知道自己的儿子被欺负，恨不得拖着40米长的大刀去找对方算账。你这个当爸的却想着息事宁人，外甥比你儿子更亲是吧？我今天过来，一是让你们带子登门赔礼道歉，并保证以后不接近杨洋了；二是赔偿的问题。杨洋心灵受到创伤，后续还不知道需要花多少钱来抚平他的心灵创伤。你们暂时先赔偿杨洋5万元吧。海童，你怎么不去抢银行？杨洋才多大，就要营养费、精神损失费了。那我家人民被打了，你们赔不？你儿子是谁打的？谁打的你儿子，你就让谁赔偿呗。反正我们没有打你儿子。你这是看我弟弟要和你姐姐离婚了，故意狮子大开口，要一笔钱给你姐姐吧？就算赔偿也不是转账给海童，海童又不是杨洋的监护人，杨洋的亲爸还在这里呢，给红林。转给海童，别在我跟前耍你那点小把戏了。最后任辉不情愿地把钱转给了海童。姐，我把赔偿金转给你了。杨洋怎么样了？杨洋现在没什么事，商小飞母女俩上午携着礼物登门来看望杨洋了。姐，商太太有说什么吗？没有说什么，就是心疼杨洋受罪了。小飞足足骂了人家人半个小时，商太太似乎身体不太好的样子，脸色苍白的吓人。没待多久，商小姐就赶紧扶着她妈妈走了。姐，咱妈可能是商太太寻找了几10年的妹妹。什么？姐，这件事我回头再和你说。彤彤，你昨晚也被折腾的一夜没睡，你也不眠。有什么事叫梁姨帮忙，我傍晚再过去。战印，今晚我还住在我姐家里。啊？怎么，舍不得我？没有。真的没有？我还想着你要是舍不得的话，就让梁姨留在我姐家里陪着，我回来陪你的。既然你不需要，我还是陪我姐吧。这天气是越来越冷，有了冬天的感觉，自己一个人睡，总觉得不暖和。哎，他这是暗示我。我饿了，做饭吃饭。撩完我就想走。海童，我喜欢听你叫我彤彤，你还经常叫我战先生。要不我叫你印印。你还是叫我战英吧。今晚回家住。你不是说天气冷了吗？一个人睡得不暖，我可以给你取暖用。我还没有想好，对你是感激还是真喜欢呢？海童，你是天底下最会泼冷水的人。过奖了。好，印印，我们出去吃饭吧。姐，你明天上班吗？彤彤，我想辞职自己创业。姐想不干那一行了吗？我想开家早餐店，你觉得可以吗？下午可以休息和照顾杨洋。做早餐生意需要很早起来的，也会很累。姐，你就一个人能应付得过来吗？我先从小做起，等赚到了钱再盘个店面，请个工人帮忙。姐，你有看中的地方吗？在哪里支摊？需要的本钱多少？能在市场租到位置最好，不过很难。除了市场的位置，就是那些大公司附近了。最好就是公司里没有食堂的，只是位置也被别人占了。姐，这个不用着急，你先考察考察市场，实在没有摊位，咱们就盘个店面也可以的。你本钱不够，我借给你，请个工人帮忙。你还要照顾杨洋，别累着自己。我明天先请假，等杨洋好些了再说。我和周红林离婚的事，我想再找他谈一谈，拿上战印朋友帮我调查到的证据找他起诉离婚的话，需要时间较长。我现在是一刻都不想再和他过下去，如果还是谈不拢，我再起诉离婚。那姐找周红林再谈谈，能协议离婚最好，速度快。姐，周红林捞外快的证据，你别给他看，不过可以吓他一下。还有，姐，你可以去找找叶佳妮，跟他谈谈，由他给周红林施压。周红林为了保住工作，为了能早点和叶佳妮结婚，说不定肯退一步。这2天我请假在家里带杨洋，明天下午我就约叶佳妮出来。彤彤，明天你们该上班的上班，开店的开店去，不用过来了，我能照顾好杨洋的。那我让梁姨留在这里。梁姨的工资你先垫付着，等姐站起来了，姐再不给你。姐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分得那么清。我和彤彤现在的收入都不错，我们俩也还没有孩子，生活压力轻松点。梁姨的工资你不用管，我们不会亏待梁姨的。听到这话，海玲对战印这个妹夫真的是越来越满意。